这期节目真的很特别，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等我们的嘉宾放学才能够采访到他。你应该会有看过他的视频，他全网总共有1个亿的播放量，而更重要的是，他是10后，这就是笨豆，请进。Hello， 笨豆，你会介意我们来看看你的后台和你的创作过程吗？不会。我们来吧，10后是怎么做视频的？终于到住的地方了。我并不喜欢在视频里面夸张，但是这个人真的让我觉得很震撼。他从4年级就开始做视频，到现在高1 ，16岁就已经收获了全网100多万的粉丝，总共上亿的播放量。那其中最出圈的就是他拍过的印度犀、斯里兰卡豹，还有蒙古国的查坦部落，这些动物和人文题材的纪录片，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拍，自己一个人做的。就是也许他拍的画面没有那么精致，但是厉害的点在于，这个叫做笨豆的同学，他会不断挖掘自己的所见所闻，再把那些思考过的问题和感受变成一条有表达的纪录片。而且他平时还得上学，所以他有一些非常怪的创作方法，比如学校不让带电子设备，所以他会先在纸上剪一遍他的视频。这就是我做视频最主要的区域。我记得我有印象，原来你在这里创作的。就在这比较有安全感。哇，这些都是你写的脚本？是的，是的。你能跟我讲一下你的脚本到底怎么写的吗？就是所有的发生的事情本身写在这条线上，另一条线就是偏向于我想要表达的主题，然后会不断的设钩子回答。我可能前一天在家里先把素材都过一遍，第2天再到学校去写。就反正学校有空里面就写一点。对，不然都是纸质版的嘛。太狠了！就你想一下，笨豆他是在脑炫，就是你在脑子里面先炫这个片子，渲染。你剪个视频要多久？剪一个视频，断断续续这样，可能1个月1个半月。你用什么剪？剪映。你用 iPad 剪。你用 iPad 剪完了你的长片？对啊。太狠了！你剪的时候会卡吗？一般我有个开机仪式，就是 iPad 千万不要卡，然后但是我每次这样和我的 iPad 许完愿，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要是不许愿就会有。其实你能发现，笨豆很早就自己悟出了节奏、视频留存这些概念。虽然和专业的数据分析不太一样，但足以看出他能获得这个点赞量并不是偶然。他是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了自己的这么一套体系。而这完全没有人教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进化出来的能力。而笨豆的技能点其实并不只点在视频之上，他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在最早之前，他其实做的是绘画手工类的视频，像这些都是他当时的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不少人关注到他了。那说到这里，你可能也会好奇，视频绘画他做的这么好，那平时还得上学，他忙得过来吗？哎，我好奇你的作息，你的作息是什么样的？作息就是不睡觉。我一般剪着剪着就睡着了，都不知道自己是几点睡的，我都分不清时间了。我每天上学我在哪儿？那你爸妈会对你学习有要求吗？他们其实最开始，比如我没有做视频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要求嘛。但后来发现我视频做的也蛮好的，然后他们就逐渐越来越理解，就是做视频这件事情。就主要还是达成一种信任吧，让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要说服他们，毕竟他们在帮你出这个费用让你去旅游。对，当然也有非常多否掉的选题。哦，原来你爸妈会直接就说，这个不行，太危险，这个不行，太那个什么。对，因为我之前一直说我想拍那种偏法制类的节目或者战地，但他们就绝对不行。那绝对不行，是我也说绝对不行。一般来呢，我们是不可能空手来的，所以这次给你带的礼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个，非常简单哦。饮食也向你提供了这个，他们也看了你的内容，非常喜欢。这是他们的 Luna 相机，1英寸大底，有长焦，有12倍变焦，所以你拍动物可以很方便。有 log， 你想调色什么也可以。然后呢，有非常好的画质。哇，好新奇！然后我也准备一个送给你的东西，看看，翻过来。翻过来吗？这你画了吗？对啊。好嘞，谢谢你。和笨豆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方面，他是一个16岁的高1生，但另一方面，他又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创作者。所以，比起继续坐在房间里面聊，我们更想跟着他回到另一个更真实的场景里面，去看看在放学路上那个最日常状态下的笨豆是什么样的。要不我帮你背包吧？我突然意识到你背着包和我在这里，我帮你背包。我来看，你这包也太重了吧！我的妈呀！这是你平时的最轻量化的重量吗？对啊。哇，我好久没有背上书包，这个感觉好棒啊！太好了。
好想把公司交给你，你来运营公司吧，我来背书包，我去替你上学了。啊，你难过的时候你会来这儿吗？会，我一个人来散心。就不是散心了，就是暴走，疯狂走。这是你发泄难过的时候或者不舒服的时候的方法。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方法。那别的怎么发泄？就是到处发疯啊，就怎么发？是这样的吗？对，物理层面这样就这是你表达的方式吗？对。那你会有哭的时候吗？那我感觉我上次哭也就是上周啊？为什么？不是这周？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时间不是很充裕嘛。然后如果说我在有时间的时候视频没有剪好，就会特别着急。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崩溃，因为纪录片真的很难做，即便我们是全职做视频的，纪录片都是最难的一种类型。那他一个人是怎么拍纪录片的呢？这一次我们咬咬牙，干脆跟着他一起去了蒙古国，拍摄他的新纪录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留给笨豆拍摄的时间其实只有假期里面的3天，而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采访。那在现场我们发现他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设备，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把一台相机放在桌上，然后自己坐在对方面前，就这样开始聊。而且他会一直很认真地看着对方，也很真诚地和对方沟通。而前面看起来还有点内向的笨豆，一到采访的时候，像是突然切换到了另一种状态。就是你觉得吧，大家对在蒙古上学有什么刻板印象？哎，其实还有个点我比较好奇，你像你们这边上学，老师会检查，比如说有没有染头发了。My name is Bendo. Do you have time for a short interview? But I have a... 字幕怎么说呀？有好多东西都颠覆我认知，就还有包括他说这边小偷多呀，然后他们喜欢抢东西，反正就是。好的不好的都听一听吧。对笨豆来说，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接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才是拍纪录片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而之前很多人怀疑笨豆是不是有团队，那这次我们发现，如果你硬要说的话，他确实也有，只不过和大家想的团队完全不一样。我之前刷到一个好像初2还是初3的，在上音乐学校的一个很厉害的博主。然后我就在底下私信他，我就说，哎，那个老师有没有空帮我编个曲啊什么的？我在做纪录片。他说，好，我可以试试，但是没有做过纪录片的编曲嘛。然后当时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就是做得很好。其实还有一个音乐指导，他是初3的，然后要中考了，最近没有时间帮我干活，不然之前很多音乐都是他选的。听到这，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想你应该也很好奇，那个初2的编曲同学做出来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我们直接带你来听一下。现在的10后真的有点太厉害了，而他有时候会给自己的同学买几杯奶茶，让他们帮自己画一些插画，写一些采访稿。那听他讲这些的时候，就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靠着身边一群各有所长的朋友一起做了一件事。这称不上是团队，更多时候只是因为彼此信任，刚好都喜欢这些东西。而怎么把眼前的细节和感受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下来，也同样重要。这次在蒙古，我们也用影视 Luna Ultra 记录下了很多这样的瞬间。3、2、1。画质上 Luna 的表现也很扎实，不管是白天还是暗光，均有出色的细节。ASUS 认证的史比特色深也给后期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能够更从容的去处理色彩和明暗层次，把现场真正的质感给保留下来。而当笨豆的作品被越来越多人看到之后，围绕他的讨论也变得复杂起来。像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笨豆评论区看到的。当这些恶意堆成几万条之后，16岁的他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又是怎么想的呢？我先比如说最基本的，就之前确实有很多人质疑，就说你是不是有团队，你是不是一个炒作起来的？这种你会难受吗？最开始我想给那个人都拉过来，都解释一遍。但后来我就想想，他们有这种质疑其实还挺正常的，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没有太强烈的义务说看到你的视频还要深度了解你之后再发出这种评论。但是如果说那种辱骂说，哎呀你活着干啥呀，你快点，这种的话确实
也有，也不少，但是我不会把它视为网暴，可能就是有人不高兴、生气，那发泄到我就比较正好，因为我不是很在乎这个东西。如果发泄到其他博主那儿，其他博主可能会不开心，说那还行。那比如有的他们，我看到有的平台，就比如说，哎，有钱就能做你这样的视频，有点资源就能做你这样的视频，有爸妈就能做这样的视频。我觉得首先从家庭来说的话，一个比如说像我这种年龄，在18岁以前，其实做的大部分事情还是家庭起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说，站在这个位置上就想做都能做，热爱啥都行。我觉得也不是，无论是说单纯靠家庭或者不用靠家庭，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客观的。其实它是占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我感觉你应该是有明显的有批判性思维，就是你会去立刻带入另外一个视角来反向的思考我自己之前笃定的事。对，我超级喜欢切到不同视角去思考。我们能够感受到笨豆的思考并不是某种刻意摆出来的深刻，那些本不该这么早来到他生活里的问题，他似乎也已经学会了很坦然去面对。那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这样一直做下去呢？我想应该不太会有第二个理由了。前面我们在笨豆的房间里面，其实偶然发现了一本很多年前的旧本子，久到他自己都快忘了有这个东西。在2021年，10岁的笨豆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想做更好的视频。那时他甚至还不会写评这个字，拼音也没有写对，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是随手记下的愿望，却陪着他走到了比想象中更远的地方。阿迪卡这是啥？我也不可能开高冷气。只是当做视频这件事不再只是面对自己，而开始面对观众、客户还有外界期待的时候，他需要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怎么把视频做得更好，还有怎么在创作变得更复杂之后继续喜欢它。就是在最开始还没有接触到任何这些复杂的事情之前，就是创作的时候，确实会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然后几乎是每一点都会让我心情很好。但是现在来讲，可能只有在1-2个点上，我觉得这块讲的还不错，这块好像还可以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有一点兴奋，还有一点点开心，但确实是没有之前那么足的心力，那么兴奋的感觉了。所以你就是本质还非常非常在意你的受众和他们的综合体感。我会很在意，就非常爱惜羽毛。其实我感觉，像你现在工作强度这么大，然后要处理这么多事情，这些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会不会影响你对视频创作的这种热情、热爱？你要说不会，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肯定会的。因为我有3个身份，我是公司的运营者，我要做决策；我是一位创作者，我想作为 UP 主好好的更新内容。同时我还是现在有一定艺人的身份，这3个东西叠在一起，你就会很受限，因为我创作者身份只有这么一点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做视频的，但是我现在采用的点就是60%的视频我是在参与并且完成它，30%的视频我投入比较多的心血，确保它是一个好的视频，但那视频不属于我，10%的视频属于我。那你觉得视频是你想做一辈子的东西，还是说你觉得你某一天你会停掉，突然就不喜欢了？如果有那种特别大的事情打击到了我做不了了，那我可能会去做其他的。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会选做什么职业？不拍视频，我其实有点想当导游哎。导游？对，从现在来看，对，可能会有一些偏定制路线那种领队什么的，不是那种带大团的导游。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和视频都是挺像的，都是探索世界。我觉得你最终极的点似乎是你想看遍世界上所有各种不同的人的活法和生活，还有这个世界上本身的这些存在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通常来讲，如果说我在看的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拿视频记录下来，我会觉得超级可惜。我感觉我也似乎是这样，就我越来越久的去思考这个点，就是做视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视频是一个载体，你借着这个机会，视频会给你提供无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当你接收了以后，你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点，然后你能感知到世界的一些规则。对笨豆来说，做视频也许不是唯一的答案，就像他小时候想过当漫画家、当魔术师，现在喜欢上了做视频一样。
但这些始终围绕想象和探索。未来他会不会去当导游，会不会去拍他喜欢的电影，会不会去做别的事情，我们都不得而知。但至少现在，他还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理解这个世界，一点点理解自己，并把它分享给你。而让一个创作者能够一直往前走的，除了热爱本身，也离不开那些真正理解创作的人和工具。也感谢这次陪我们一起支持更多像笨豆这样年轻创作者的影视 Luna 系列。过去云台相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长焦，而这次影视与徕卡联合研发的 Luna Ultra 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最高12倍的变焦、1英寸大底、f1.8 超大光圈、徕卡色彩和10比特色深，不论远近昼夜都能轻松拍出极具质感的画面。独创分离屏的设计，一个人就能完成远距离构图。更让人期待的是，这还只是 Luna 一半的实力，另一半不久之后或许会再次改变创作者的想象边界。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笨豆，当然也不要催更，他毕竟还得上学，可能确实有点难保持高的更新频率。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不要忘了给点点小心心，记得关注我们，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